你以为你抽烟是为了逃脱，为了从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烦闷、该死的账单里获得片刻的喘息和自由？错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你所渴望的那个逃脱感，恰恰是抽烟最阴险、最可怕的副作用。它不是你的避难所，它就是那座囚禁你人生的牢笼本身。嘿，我是志明，一个抽了15年烟的老烟枪，也是个搞了10几年设计的普通人。我踩过你正在踩的每一个坑，也比谁都懂那种管他的，先来一根再说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终于惊觉，那根烟非但不是我的解药，反而是让我病情加重的毒药。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不跟你讲什么肺会变黑，我不跟你讲那些老掉牙的大道理，我们来聊点实际的，聊点直指核心的。我们来算一笔账，一笔关于你为了抽烟到底付出了多少隐形成本的账。你一定有过这种时刻，对吧？专案的死线就在眼前，你却盯着荧幕，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心里烦躁的想砸电脑。你怎么办？你站起身，走到阳台，点上一根烟，告诉自己没事儿，我需要冷静一下。跟另一半大吵一架，或者冷战好几天，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你不想沟通，也懒得解释，你怎么办？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直接下楼，一根接一根的抽，心里想着管他的，至少现在没人烦我。看到自己的体重报告，数字一年比一年高，看到自己的银行存款永远在及格线徘徊，你感到焦虑、沮丧，甚至有点自我厌恶。你怎么办？你点开外卖软体，顺便点上一根烟，对自己说：人生已经这么苦了，享受一下怎么了？管他的，先爽了再说。这句话是不是你的人生哲学？兄弟，我得告诉你，这句看似洒脱的话，正在让你付出你从未想象过的代价。它让你在事业上选择了躺平，而不是战斗。你默许了那个讨厌的老板，接受了那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因为改变太麻烦了，远不如点根烟来的简单。它让你在人际关系里选择了逃避，而不是面对。你容忍了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回避了那些本该进行的艰难的对话，因为维持现状远比解决问题来得轻松。它让你在财务上选择了放纵，而不是自律。你刷爆了信用卡，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因为那瞬间的快感似乎能掩盖你对未来的恐惧。管他的，先爽了再说。这句话是不是你的人生哲学？兄弟，我得告诉你，这句看似洒脱的话，正在让你付出你从未想象过的代价。它让你在事业上选择了躺平，而不是战斗。你默许了那个讨厌的老板，接受了那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因为改变太麻烦了，远不如点根烟来的简单。它让你在人际关系里选择了逃避，而不是面对。你容忍了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回避了那些本该进行的艰难的对话，因为维持现状远比解决问题来得轻松。它让你在财务上选择了放纵，而不是自律。你刷爆了信用卡，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因为那瞬间的快感似乎能掩盖你对未来的恐惧。它让你在健康上选择了麻木，而不是行动。你知道自己该去运动，该去体检，但你只是在又一个熬夜的晚上点燃了一根烟，把所有的健康焦虑都吐进了烟雾里。这个管他的心态，就像一个精神上的黑洞，慢慢吸走了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斗志，把你困在一个你明明不满意，却又无力挣脱的不舒服的舒适圈里。今天我会带你彻底看清这个舒适圈的真面目，并且给你一个真正能走出来的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要搞清楚这一切，你必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试图用抽烟去逃避、去麻木的到底是什么？答案通常很简单：压力、焦虑、沮丧、愤怒、无聊。总之，就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负面情绪。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情绪为什么会存在？它们是随机出现的吗？是你的大脑出 bug 了吗？绝对不是。让我给你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某天深夜，你睡得正香，突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把你惊醒。
你睁开眼，闻到了浓烈的烧焦味，客厅的方向还透出诡异的红光，你的房子着火了。这个时候，烟雾警报器这个吵得你头痛的玩意儿是你的敌人吗？当然不是，它是你的救命恩人。他在用最激烈的方式警告你：快跑，离开这里，有危险。你的所有本能，你的肾上腺素都在催促你采取行动，抱起家人，冲出大门，离得越远越好。这就是正常的反应链：警报、信号、恐惧、情绪、逃跑、行动、生存、结果。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抽烟的人会怎么做。同样的深夜，同样的警报，同样的浓烟和火光，他被吵醒了，感到烦躁。他没有冲向门口，而是慢悠悠地走到墙边，找到那个警报器，啪的一声按下了静音键，世界瞬间安静了。然后他走回床上，用枕头紧紧捂住耳朵，对自己说：没事的，肯定是误报，太吵了，我明天再找人来修。然后他继续睡觉，任由大火将整个房子连同他自己一起吞噬。这听起来是不是极度的荒谬和愚蠢？但这就是你每一次在感到压力、焦虑、沮丧时，点燃那根烟时，真真切切正在做的事情。那些让你痛苦的负面情绪，他们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就是你灵魂的烟雾警报器。你的压力在煎药，嘿，你现在的工作正在透支你的生命，你必须做出改变。你的焦虑在呐喊，听着，你的人际关系出了大问题，你不能再假装看不见了。你的沮丧在低吼，老兄，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再这样下去，你会毁了自己。这些情绪，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驱动你采取行动，做出改变，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正确的、健康的循环应该是：负面情绪出现，你察觉到它，你开始思考是什么让我有这种感觉，你采取行动去解决那个根本问题。负面情绪消失，你的人生升级了。情绪驱动行动，行动带来改变。而抽烟这个看似无害的习惯，它最阴险的作用就是斩断了这个链条。它在你察觉到情绪的那一刻，就递给你一个静音按钮。你点燃烟，尼古丁在几秒钟内冲进你的大脑，给你一阵短暂的虚假的平静。警报声消失了，你感觉好多了。但问题解决了吗？房子里的火熄灭了吗？没有，火还在烧，而且越烧越旺。你只是选择了听不见警报而已。让我再用一个更切身的比喻来解释这件事。想象一下，你在厨房里忙着，炉子上烧着一锅滚烫的油，一个不留神，你的手背碰到了锅的边缘。那一瞬间，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你甚至来不及思考，整只手臂就像触电一样，嗖的一下就缩了回来。你的心脏狂跳，你看着手背上迅速变红的一块皮肤，感到后怕。现在我问你，这个痛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毫无疑问，他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正是这个剧痛的信号，让你毫秒之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保护了你的手，没有在滚烫的锅沿上停留更久，造成更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烫伤。好，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现在有一种神药，只要打一针，你就能永久地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你会用吗？你敢不敢把你的手就这样一直放在火炉上？你不敢，因为你知道，感觉不到痛不代表没有伤害，它只会让你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烧成一截焦炭。兄弟们，你们听懂了吗？压力、焦虑、沮丧、愧疚，这些情绪上的痛痛，就跟身体上的疼痛一模一样，它们是你灵魂的烫伤警告。他们在提醒你，你生活的某个方面，你的思想、你的行为正在灼烧你的灵魂，正在给你造成巨大的内在伤害。而抽烟就是那支能让你感觉不到灵魂之痛的麻醉剂。你每一次点燃它，都是在对自己说：没关系，继续烧吧，反正我感觉不到。你以为这是解脱，实际上这是最残忍的自我毁灭。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对吧？没关系，理论说的再多，都不如真实的故事来得震撼。
现在就让我给你看几个真实上演的悲剧，看看这个由抽烟打造的不舒服的舒适圈是如何在现实中困住一个又一个原本力争上游的人，而其中我保证你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我曾经合作过的客户，我们叫他 K 先生。K 先生是那种典型的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他本身是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后来转型创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服务帝国。公司年收入几千万美金，他住在山顶的豪宅，开着限量版的跑车，出席各种高端的行业峰会，是杂志封面的人物。在外人看来，他拥有一切：成功、财富、地位、声望。但是有一次，在我们深度的咨询中，他关上门，带着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极度疲惫和痛苦的表情，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志明，我恨我现在做的一切，我憎恨我亲手建立的这家公司。”我当时震惊地说不出话。他告诉我，他每天醒来想到要去公司，就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他憎恨那些无休止的会议，憎恨那些虚伪的商业应酬，憎恨自己变成了一个他年轻时最讨厌的满身铜臭味的商人。这份事业带给他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巨大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压力和焦虑。我问他：“那你怎么应对呢？”他拉开抽屉，给我看了一排排的瓶子，各种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他说，他每天都得靠这些东西，才能鼓起勇气走进那间价值100万的、能俯瞰整个城市风景的 CEO 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在他眼里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一个金碧辉煌的牢笼。而除了药物，他唯一的慰藉就是抽烟。他说，只有在会议间隙躲在天台抽烟的那几分钟，他才感觉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一台赚钱的机器。你看，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一个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男人，一个解决了无数复杂医学难题和商业问题的天才，却解决不了自己人生的根本问题。他选择了最简单也最无效的方式，用药物和尼古丁关掉了自己灵魂的烟雾警报器。他以为在应对压力，实际上他只是在默许那个正在杀死的奢活日以无日地继续下去。K 先生的故事让我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在我转行做现在这份工作之前，我是一个资深的设计师，在行业里也算是小有成就。我曾经也以为那就是我人生的巅峰。让我带你回到10年前的某一个晚上，那是我当时生活的日常缩影。时间是午夜12点，地点是空无人室的办公室，整个楼层只有我桌上的那盏台灯还亮着。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荧幕，上面是一个我已经修改了不下10次的品牌 logo。客户的微信群里还在不停地闪烁，我知道那又是新一轮的。我觉得这里可以再大气一点，那个颜色是不是可以再亮一点的修改意见。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10000只苍蝇在飞。白天和客户开会的争论，和同事的沟通不畅，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所有这些声音此刻都搅成一锅粥。我能感觉到我的肩膀僵硬得像石头，胃也因为长期的不规律饮食和压力隐隐作痛。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灵魂上的。我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吗？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用自己的健康和时间去换取那些甲方口中虚无缥缈的大气。我知道答案，不，这不是。但我当时是怎么做的？我关上电脑，收拾东西，走出冷冰冰的办公大楼。然后在停车场，我靠在车门上，从口袋里颤抖地摸出烟盒，点燃了那一天里的不知道第几根烟。当我深深吸下第一口，让那股熟悉的辛辣的烟雾充满我的肺部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刻，全世界都安静了。客户的脸，改不完的稿，对未来的迷茫，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随着那口烟被我吐了出去，消散在冰冷的夜色里。
我靠在车上抽完整整一根烟，然后对自己说：管他的，今天就到这打，至少此刻我是自由的。明天的事，明天再说。明天再说，这句话成了我那几年的口头禅。我用尼古丁撑过白天，用酒精和更多的烟来麻醉夜晚。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告劳辛苦了一天的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那根本不是告劳，那是在给我自己所有的妥协，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无能为力，盖上一个算了就这样吧的印章。那根烟就是我放弃抵抗、缴械投降时举起的那名白旗。这就是管他的心态最可怕的地方，它让你默许了一个你打心底里不满意的生活，它用一种廉价的、短暂的快感换走了你本该用来改变人生的最宝贵的能量和决心。你被你自己亲手打造的看似成功的事业囚禁了。听到这里，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你在哪个方面也曾有过这种管他的，先爽了再说的心态？是在你的工作上、你的感情上，还是你的健康上？在评论区用一个词告诉我。如果说事业上的囚禁还只是让你感到痛苦和空虚，那么在人际关系中，这种麻木和逃避带来的后果可能更加惊悚和致命。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客户，在成功戒烟大概半年后，有一次找我聊天，他的语气非常平静，但内容却让我毛骨悚然。他说：志明，我最近想明白一件事，我发现我好像被困在一段我根本不想要的婚姻里。我问他：你这段婚姻多久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地说：20年。20年。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像被重锤敲了一下，那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感觉。同样痛苦和空虚，那更加残忍的是，在人际关系中，这种麻木和逃避带来的后果可能更加惊悚和致命。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客户，在成功戒烟大概半年后，有一次找我聊天，他的语气非常平静，但内容却让我毛骨悚然。他说：志明，我最近想明白一件事，我发现我好像被困在一段我根本不想要的婚姻里。我问他：你这段婚姻多久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地说：20年。20年。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像被重锤敲了一下，那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感觉。一个男人把自己人生最宝贵的20年投入到了一段他自己都承认不想要的关系里。但是在那份心碎之后，我立刻为他感到高兴，因为能够清醒的、勇敢的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这比在麻木和自我欺骗中度过30年、40年，甚至一辈子要幸运得多。听到这里，我得先声明，我不是在劝任何人离婚或分手。婚姻和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每一对伴侣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点出一个事实：当我们长期习惯性的用某种东西，无论是抽烟、喝酒、打游戏，还是沉迷工作，我们往往就在无意识的默许了一段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灵魂的关系。这种侵蚀通常不是狂风暴雨式的争吵，那样反而容易让人下定决心。它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是那种回到家，两个人坐在沙发的两端，各自盯着手机，一个晚上说不上3句话的刺骨沉默。是那种你明明感觉到对方变了，感觉到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死去了，但你宁愿走到阳台，点上一根烟，对着窗外发呆，也不愿意坐下来开口问一句：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是那种在无数个深夜里，你躺在伴侣身边，感觉到的不是亲密和温暖，而是一种比一个人时更深刻的孤独。但你转过身，告诉自己：算了，婚姻不就是这样吗？大家不都这么过的吗？
那根烟成了你回避问题的借口，成了你容忍这份沉默的镇定剂。你以为它帮助你维系了家庭的和平，实际上它只是帮助你把那个早已腐烂的真相掩盖得更久一点而已。无论是之后选择去沟通、去修复，还是鼓起勇气准备离开，都好过用麻木来逃避，直到你生命的终点才追悔莫及地发现，你从未在一段真正的滋养你的亲密关系里活过一天。事业、关系，这一切的背后逻辑都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根本，我们该怎么办？首先，你必须从心底里接受一个观念：压力、焦虑、沮丧、愤怒，这些负面情绪全都是你的盟友，不是你的敌人。他们是有原因的，他们是你身体和灵魂的保护机制。他们就像保龄球道两边的护栏，当你的人生轨迹开始偏离，即将冲进水沟的时候，他们会狠狠地撞你一下，让你感到疼痛，从而迫使你修正方向，回到正轨上。你选择抽烟来压抑这些情绪，就等于是亲手拆掉了那些护栏。你以为你获得了自由，可以随意乱撞，但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掉进水沟，摔得粉身碎骨。其次，你要重新定义逃避这个词。抽烟并不能真的让你逃避任何问题，它最多只是一种分心。它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分心，它把你宝贵的注意力、意志力和时间从那些最需要你去关注、去解决的人生根本问题上引开了。它让你的人生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负向动能。问题越积越多，你的无力感越来越强，你就越需要抽烟来麻痹自己，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勇敢不是在问题面前点上一根烟，假装它不存在。真正的勇敢是直面那些让你痛苦的情绪，把它们当作一张地图，去找到你人生中真正的火灾现场。所以，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非常简单，只有3步。这是一个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实践的行动指南。第一步，辨识。当你下一次本能的想伸手去拿烟的时候，停一下，就停顿3秒钟，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此刻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是压力大？是焦虑？是无聊？是孤独？试着用一个清晰的词语去命名你的情绪，不要评判，只是观察和辨识。第二步，溯源。在你辨识出情绪之后，继续追问：是什么具体的事情引发了我这种感觉？是老板的一封邮件？是伴侣的一句冷言冷语？是看到账单时的无力感？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待着太久了？把引发情绪的那个具体的生活情境找出来。第3步，转化。现在你有了情绪警报，也找到了情境火源。接下来你要做的不是关掉警报，而是思考一个问题：我可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微小的积极的行动来应对这个火源，而不是应对这个警报。如果你的压力来自工作，这个行动可能不是立刻辞职，而是花10分钟更新你的履历，或者看一个行业技能的教学影片。如果你的焦虑来自关系，这个行动可能不是立刻摊牌，而是给对方发一条关心的讯息，或者预约一次双方都方便的沟通时间。如果你的沮丧来自健康，这个行动可能不是立刻跑10公里，而仅仅是穿上运动鞋下楼散步10分钟。看，关键在于把用来抽烟的那5分钟转化为一个指向解决问题的微小行动，把情绪的能量从向内消耗转变为向外推动。而这一切，所有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把手上的那根烟掐掉。因为抽烟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拖延，它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在不断的消磨你的斗志，让你更容易选择管它的，而不是去它的，我来解决它。戒烟不是目的，戒烟是为了让你重新听见你灵魂的警报声，是为了让你拿回改变人生的主导权。是时候拥抱你的警报器，去扑灭那场已经在你人生中燃烧了太久的大火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丝触动，请务必点个赞，让我知道这份努力没有白费。
也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会跟你分享更多我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让你的人生改版，少走一点弯路。最后提醒一句，像这种真正能改变你底层思考的深度内容，你懂得随时都可能消失，强烈建议你立刻下载保存。我是志明，我们下期见。